医院对我来说是个充满生命气息的地方，无数的生命在这里被拯救，也有无数的新生命在这里诞生，但同时也是个生命结束的终点站。大多数人应该都听过一些有关于医院的撞鬼故事吧？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医院所发生的故事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上班时间的我一直有一种习惯，就是把手机调成震动静音模式。这天是中午休息时间，趁着等待餐点的同时，我拿出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打给我，或是遗漏掉什么重要的讯息。吓了一跳，大概快20通的未接来电都是妈妈打来的。我心想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于是我拨通电话跟妈妈联络。电话中得知是外公走路不小心跌倒昏迷住进医院了。回忆起童年那段时间，妈妈因为忙于工作，所以把我送到乡下，请外公照顾我。国小国中这段时光都是外公陪我度过，我们俩的感情非常好，就好像朋友一样。于是我跟公司请了2天假去医院照顾外公。那天晚上我抵达医院时已经是接近午夜，走廊里的灯光昏暗，只有几盏冷白的夜灯。我边走边寻找着病房，这时我看到一位身穿医院病服的老爷爷低着头坐在那里，前方是我要进入的病房门口。我停在那里心想，这个时间点这个老爷爷不睡觉坐在这干嘛？也许是夜晚的医院里非常安静，加上灯光昏暗的缘故，他坐在那里，这情景让人感觉有点毛毛的。我经过了他的身边，朝病房门口走去，准备要推开门，突然背后莫名的传来了一个诡异的感觉，这感觉驱使着我转头看向那位老爷爷。我被他吓了一跳，那位老爷爷一脸苍白，眼神空洞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我，我疑问地说，老爷爷您需要帮忙吗？那位老爷爷只是摇摇头没说话。我尴尬礼貌地点了点头，就进去病房了。我轻轻推开病房的门，看见了小阿姨坐着睡着了，旁边是外公躺在病床上，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似乎在害怕着什么。我放慢脚步，轻轻走到他的床边，轻声问道，外公，你还好吗？外公转过头看住我，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无助与恐惧。他低声地对我说了一段话，是日语。我一头问号说，外公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说国语了，我听不懂日语。因为外公小时候是接受日本教育的，所以会说日语。这时小阿姨醒了过来，我们寒暄了几句后，我说，小阿姨，刚刚外公跟我说了一段日语，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你可以翻译给我听吗？这时外公看着前方，重复着刚才他跟我说的那一段话。小阿姨凑了过去仔细听，然后摇摇头，你外公说这里不干净，有脏东西，总感觉有人在看着他，他闭上眼睛想睡觉时，就会听到奇怪的声音一直跟他说话，所以他害怕的不敢睡觉。我听了之后安慰他说，外公，可能是您太累了，这里是医院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我在这里陪着您，您睡觉休息一下。外公点了点头，慢慢闭上双眼，但脸上的恐惧并没有完全消散。我坐在床边，握住他的手，希望能让他安心一些。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让小阿姨跟我交换，由我来照顾外公。感觉小阿姨也很疲惫了，我请她先回家好好休息，我照顾就好了。夜色渐深，外公感觉也入睡了，我慢慢的松开他的手，缓慢的起身，怕惊动到他。我走出病房，伸伸懒腰，想说去外面抽根烟好了。我边走边无聊的查看着四周，此时的医院愈发寂静，只要一点小声音就会被放大好几倍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气味，是消毒水吗？漂白水？还是药物？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味道好像是医院才会有的味道，反正这种味道我不太喜欢就对了。时间大概过了40分钟，我抽完烟想说赶快回到病房，怕外公醒来找不到人。我回到病房后，外公还熟睡着，
我走回了外公床位坐了下来，突然我被对面隔帘隔着的那张床位所吸引，很好奇隔帘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病人。就在这时，外公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瞪大了双眼，颤抖地对我说：你听到了吗？那声音又来了。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心跳加速了起来，但还是故作镇定地安抚外公说：没有什么声音啊，没事了，可能是风声，窗户没关好，我去看看。我站起身去关上它，检查了一下四周，确定没有什么异常。我回到外公身边安慰他说：没有人在说话，那是风吹的了，没事了，你继续睡吧。他的目光在病房内四处扫视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我心想，本来是没什么的，但是被你这些怪异的举动吓了一跳，害我也跟着有点害怕了。天快亮了，外公还是一样睁着眼睛不敢入睡。这时的我也开始困了，但是我不敢闭上眼睛，怕外公再度感到不安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们都没有睡。外公握着我的手，我们两人静静地等待天亮。当晨光透过窗户照进病房时，那种压抑和恐惧感才逐渐散去。后来妈妈来了，我就回到老家去休息了。隔一天晚上11点多，差不多这个时间，我来到了医院，准备跟小阿姨交换。我进入病房后喊着说：外公，土豆来看你了。土豆是我外公给我取的小名。小阿姨突然冲了过来，暗示我小点声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阿姨说：怎么了？阿姨说：你外公才刚刚入睡不到10分钟，医生有交代，他已经48小时没睡觉了，所以给他开了安眠药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早上我跟你妈妈有跟医生讨论，你外公一直说有人在看着他，或是有人在跟他说话等等之类的事情，所以外公一直不敢入睡。医生说，假设长时间不睡觉，就称为完全的睡眠剥夺，这会使人越来越烦躁、情绪化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反应更加迟钝。3天或更长时间不睡觉，很可能会产生幻觉，最后就会神志不清。现在他会看到或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可能就是这种病症影响的。阿姨交代我一些事情之后就回去了，我担心地走了过去，看到外公的脸，一瞬间我被他的脸吓到了。才1天时间，他好像变了个人，脸色苍白，脸颊整个凹了下去。我难过地哭了出来。突然间，病房内的灯光闪了闪，然后熄灭了，整个房间陷入一片黑暗，只有仪器的微光还在闪烁。我擦干眼泪，查看了四周，灯光恢复了正常。我起身走向厕所，详细把脸清醒一下。当我走向厕所时，眼角隐约好像看到一个人影，坐在我们对面的病床旁边。因为有隔帘隔着看不清楚，我下意识地往前走了几步，往隔帘的缝隙看了过去。这不是我昨天看到坐在门口的老爷爷吗？他静静地坐在那，从他的侧脸看出是同一个人，但是看不到病床。我心想，可能他来探望他的朋友吧。突然，他瞬间转过头来，眼神犀利地看着我。这时，我感觉到一股寒意，由脚趾慢慢地向上袭来，最后到了我的头部，我全身鸡皮疙瘩，头皮发麻了起来。他看着我时，我的身体好像被掏空了，心脏狂跳不止。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勉强自己冷静下来说：老爷爷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好奇，不是有意偷看的。说完，我便跑回了外公的床位旁。我害怕地喘着气，盯着对面看，心里想着他的眼神好可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从没看过这样的眼神，心里根本无法平静。这时，外公的手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我能感受到他的颤抖，可能刚刚的心情还没平复，又被这么突然的来了这么一下，我的心脏被吓得几乎快停止了。外公紧张地说：那个声音又来了。我有点不耐烦地回：那你就睡觉啊。医生说，就是因为你不睡觉才会听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声音。外公转过头看着我，我惊吓地按下了紧急按钮。护士跟医生急忙跑了过来。
外公躺在床上颤抖着，表情狰狞，双眼布满了血丝。护士给外公注射了一针之后，外公慢慢的缓和了下来。我紧张的问医生说，我外公到底是怎么了？医生说原因有很多，要检查才知道。不过依照病历看来，应该是紧张过度所引发的痉挛。不过刚刚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前面吃过安眠药，应该入睡了才对啊。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他突然醒过来说，那个奇怪的声音又来了，接着就这样了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仪器警报声响起，医生和护士冲了过去，感觉情况好像很紧急。看着护士进进出出拿了很多的仪器，这似乎不太妙。我看外公躺在病床上没事了，于是我好奇的走来走去，在隔帘外头徘徊着，想看看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。我心想算了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去医院外抽根烟，缓解一下刚才所发生的事情。我往病房门口外走出时，看到了那位老爷爷低着头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。我紧张的走了过去说，老爷爷，刚才我不是有意偷看你跟你的朋友的，我知道这样很没礼貌，对不起，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，请随时跟我说，我就在隔壁床位。老爷爷一言不发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好像默认了我的道歉。他现在看到病床上的朋友在急救，应该很难过吧。算了，不打扰他，让他好好静一静吧。我坐在医院外头的椅子上抽着烟，回想着刚刚发生的种种，我不禁好奇着，外公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？那奇怪的声音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，可以让他如此害怕？这时，一位陌生男子跟我借了打火机，我借给了他。之后，他坐我旁边抽着烟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好奇地跟他交谈了起来。交谈后得知，他的爷爷也是在这家医院。巧合的是，我们刚好是同一个村子的，对面那张病床住的就是他的爷爷。我把刚刚医生抢救他爷爷的过程跟他说了，他难过的表示，他爷爷是癌症末期，治不好了，现在这样也只是在等时间而已。他也是接到医院的电话匆匆赶来的。他的爷爷有3个儿子，为了爷爷的遗产常常争吵，爷爷一气之下把遗产全部捐给了孤儿院跟弱势团体，之后就没人再来探望过爷爷了。每当他放假时，就会回来看看爷爷，他爷爷很疼他，小时候跟爷爷一起住过一段时间。我安慰着他，跟他说，你跟你爷爷的感情我懂，就像我跟我外公一样。这时我的电话响了，可能是因为明天我就回去了的缘故吧，妈妈说要提早来跟我交换照顾爷爷，要我早点回去休息。外公跌倒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如果明天主治医生检查没问题，就可以出院了。就这样，我跟那位陌生的朋友交谈完之后便各自离开了。隔一天，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她说外公可以出院了，等等过去收拾收拾，就可以带外公回家了。到达医院时已经是傍晚了，当我快走到外公病房门口时，听到了很多人在哭泣的声音，那哭泣的声音回荡在走廊之中。于是我加快脚步走了进去，看到的是对面的老爷爷被盖上了白布，周围围绕着的应该是老爷爷的家属与亲朋好友，其中就有我昨天交谈的男子。我经过时，我俩刚好同时看到了对方，我礼貌的点点头跟他打了招呼，同时往外公的病床走去。这时的外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我问外公，外公，您怎么哭了？怎么了吗？这时妈妈说，对面过世的老爷爷是你外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，如今他走了，你爷爷怎么会不难过？我搀扶着外公要往病房外走去，准备带外公回家。这时外公突然站在门口停了下来，表情疑惑的回头的望着他那已故的好朋友，然后嘴里振振有词的说着日语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想外公应该是在跟他的老友告别吧。上车后，外公的眼睛泛着泪光，难过的啜泣着。一路上我们3人都没说话，之后我们便顺利的回到老家。到了老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，我跟妈妈帮忙把外公的东西收拾了一下。这时
那位老爷爷的孙子拿着一个铁盒子走了进来，他跟我说，请帮我转交给你外公，这是我爷爷生前交代的，要我在他过世之后给你外公的。我接过铁盒，拍了拍他的肩说，你爷爷的事我们很遗憾，节哀。他礼貌地对外公点头致意之后就离开了。外公要我帮他打开铁盒，铁盒里有一封信跟一张黑白照片，信中的内容全都是日语。我把信给了外公，因为只有外公看得懂。他流着泪默默地在看那封信，我好奇地拿起那张黑白照片看着，照片中是3位年轻男子的照片，其中一位看得出来是外公，另外2位就不知道了。我拿着相片问外公，相片里面这2位是谁？外公说，左边这个是他，中间的是刚刚在医院过世的他那位朋友，右边这位也已经过世了。我看了看相片，越看越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。我疑问地问爷爷说，右边这位我好像在哪里看过，越看越觉得面熟。外公看着我说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常常带你去的那间旁边有大树的杂货店吗？我回想了一下说，不太记得了，都过了那么久，没什么印象了。外公起身走向柜子，拿出一张照片，表情哀伤地说，照片中的就是杂货店的老板，他1个月前在家中过世了。这时外公看着照片，表情怪异地说，现在只剩下我了，我知道我老是爱迟到，你不用再来催我，时间到了我就会去找你们了。我一边疑惑地想外公在说什么，一边走过去拿起照片一看，我害怕的双手颤抖着看着照片中的老人，这不就是我在医院碰到的那位老爷爷吗？这时我的思绪一片混乱，全身鸡皮疙瘩了起来。我心想，不会吧，这位老爷爷1个月前就已经过世了，那我这几天在医院看到的是什么？我又是在跟谁说话？直到现在，每当我去医院时，都会不由得想起这个撞鬼的经历。跟朋友聊天，刚好遇到这种话题时，铁齿的人会说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。我只能说，那是你运气好，这种感觉要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。大多数的人都会问，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恐惧吗？会害怕吗？老实说，我还是会恐惧会害怕，毕竟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碰到鬼。什么时候会遇到，什么时候会看到，以后会不会再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不知道，毕竟没有什么事情是100%的。